各位老铁们，早和你们说过年好啊！先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，有没有人过年的时候遇到过那种10万个为什么式的朋友？我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长大、常回中国探亲的华人，每年过年必被追问的就是：你们马来西亚华人过年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啊？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想把手里的肉干递给他，让他先垫垫肚子，再跟他好好的聊。不是我不想回答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。朋友们，你知道中国有多大吗？你让东北的朋友跟广东的朋友聊聊过年吃啥，他们的差异可能比我跟我广东表哥的差异还大。先给大家交个底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十有八九祖上都是从中国南方迁过来的，广东、福建、海南这3个地方的最多。我们过年的那套规矩，说白了就是把清朝末年、民国时期南方的过年习俗原封不动的打包带了过来，还精心保存到了现在。你们国内有些地方可能因为时代发展，慢慢简化了一些流程，结果反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一样。这就有点像你爷爷把老怀表传给你，你后来换了智能手表，再看到你堂弟还带着老怀表，就问他你这表怎么跟我的不一样？兄弟，不一样的是你啊！就说吃的吧，这是最容易被拿来对比的点。有人说你们马来西亚过年吃捞生，我们国内不吃，这就是不一样。我当时就笑了。你去广东佛山、顺德问问，老一辈过年是不是有吃鱼生的习俗？只不过我们把鱼生升级成了捞生，配料更多，仪式感更强而已。捞生的时候，大家围着桌子，把3文鱼片、萝卜丝、黄瓜丝、花生碎往盘子里一倒，拿着筷子一起往上捞，嘴里还要喊捞啊捞，捞到风生水起，捞个黄金万两。这本质上不就是南方讨彩头习俗的延续吗？还有人说你们过年吃肉干沙爹，我们国内不吃这个。拜托，肉干这东西本来就是福建、广东的传统年货呀。我奶奶的老家是福建泉州，她跟我说，以前在老家过年，家家户户都会自己晒肉干、做肉脯，用来招待客人、走亲访友。只不过国内现在物资丰富了，过年的零食选择多了，肉干不再是标配。但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把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。每年过年，我家楼下的肉干店都要排大长队。现烤的猪肉干、牛肉干，香气能飘3条街，这不就是南方老底子的年味儿吗？再说说年糕，这更是南北差异的重灾区，反而能证明我们跟南方的渊源。北方的朋友过年吃的是黄米年糕，黏糊糊的，能蒸能炸。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吃的是甜年糕、萝卜糕。甜年糕要煎着吃，外焦里嫩；萝卜糕要炒着吃，加腊肉、虾米，香的不行。你去广东、广西问问，他们过年是不是也吃这2种年糕？我去年在广州过年，我表哥家煎的甜年糕跟我妈在吉隆坡做的味道一模一样，连煎的时候要放多少油，煎到什么程度才不糊，说法都分毫不差。这要是还说不一样，那我只能怀疑你是不是把北方年糕当成了全中国的年糕标准了。除了吃，过年的仪式感流程，我们更是把南方的习俗刻进了 DNA。 有人说你们马来西亚华人过年要拜神、拜祖先，仪式特别复杂，我们国内现在都简化了，这我承认，流程确实复杂，但这不是不一样，而是更传统。我爷爷是广东梅州人，他教我的过年拜神流程，从腊月23送灶王爷，到除夕下午拜祖先，再到初一早上接财神，每一步的贡品、说辞、时间都跟他小时候在老家学的一模一样。贡品要准备3牲，鸡、鱼、猪肉，还要有水果、年糕、酒。拜祖先的时候要念悼词，告诉祖先这一年家里的情况，祈求祖先保佑全家平安。我去年回梅州老家，跟村里的老人聊起这个，老人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嫌麻烦，很多流程都省了。没想到你们在马来西亚还保留得这么完整。你看，这不是我们不一样，是我们把你们慢慢简化的传统好好的保存了下来。就像很多老物件，在原产地可能不多见了，但在海外的华人家里反而能找到最原始的样子。还有红包这个事儿，也总有人拿出来说不一样。有人说你们马来西亚的红包金额小，我们国内的红包金额大，这确实是事实，但这不是习俗的差异，是经济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啊。在马来西亚，红包更多的是利是，意思是带来好运，金额不在于多少，10马币、20马币都很常见，主要是给小孩和长辈的一份心意。我问过我广东的表哥，他说他们小时候红包也都是5块10块的，现在金额变大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。
而且我们的红包信封跟广东、福建的红包信封长得一模一样，都是红色的，印着恭喜发财、万事如意的字样，有的还印着金元宝、锦鲤，这怎么能叫不一样呢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有些我们在马来西亚保留的习俗，国内的南方朋友反而觉得很怀旧。比如除夕晚上守岁，我们会全家围坐在客厅里吃瓜子、花生，聊家常。等到凌晨12点的时候，放鞭炮、拜天公，然后全家一起吃一碗汤圆。我去年在福建厦门过年，我舅舅家也是这么做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现在不放鞭炮了，改成了看春晚倒计时。我舅舅说，以前我们也是放鞭炮的，后来因为环保原因禁放了。看到你们还保留着这个习惯，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过年的样子。其实啊，很多人觉得不一样，本质上是对中国本身的地域差异了解的不够。中国太大了，东西南北的过年习俗差异真的很大。你让东北的朋友说说过年吃啥，他们会告诉你吃饺子、杀猪菜、年豆包。你让四川的朋友说说，他们会告诉你吃火锅、腊肉、香肠。你让廣東的朋友說說，他們會告訴你吃盤菜、年糕、魚生。這些差異比我們馬來西亞華人跟廣東華人的差異大多了。我有個東北的朋友，第一次去廣東過年，看到桌上的盆菜，一臉疑惑地問：你們過年就吃這個，沒有餃子嗎？廣東的朋友也很疑惑地回他：我們過年從來不吃餃子啊，你們怎麼過年不吃年糕？你看，這就是國內的地域差異。所以說，與其說我們馬來西亞華人過年跟國內不一樣，不如說我們跟國內南方的華人過年是同源同宗的，只是我們保留了更多老祖宗的規矩而已。還有人說，你們馬來西亞華人過年有很多馬來族、印度族的元素，這跟國內不一樣。這確實是事實，但這並不是核心習俗的差異，只是我們身處多元文化環境中的一種融合。比如我們過年的時候，馬來族的朋友會來給我們拜年，我們也會去印度族的朋友家做客，他們會給我們送馬來糕點，我們會給他們送年糕。但核心的過年習俗，比如拜祖先、守歲、吃年夜飯、給紅包，還是跟南方華人一模一樣的。而且這種文化融合，反而是我們馬來西亞華人過年的一個特色。就像我們的年夜飯，桌子上既有廣東的盆菜、福建的肉燕，也可能有馬來的沙爹、印度的咖喱。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傳承中國南方的過年習俗。就像我奶奶說的，不管在哪個地方，過年的核心就是一家人團圓，緬懷祖先，祈求平安。只要這些不變，其他的都可以入鄉隨俗。我還想說說，我們馬來西亞華人之所以能把南方的過年習俗保留得這麼好，是因為我們對根的眷戀。很多華人先輩當年漂洋過海來到馬來西亞，帶着的不僅是行囊，還有家鄉的習俗和文化。他們把這些習俗交給下一代，下一代再交給下下一代，就是怕在異國他鄉忘了自己的根在哪裡。過年對我們來說，不僅是一個節日，更是一種身份的認同，一種文化的傳承。我小時候，奶奶教我寫春聯，都是用廣東話教我念春聯上的字。爺爺教我拜祖先，會一遍一遍地跟我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，家裡的族譜上有哪些人。他們常說，我們是中國人的後代，不管在馬來西亞住多久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所以，我們過年的那些規矩，不是刻意要跟誰不一樣，而是要把老祖宗的東西好好保留下來，讓子孫後代知道我們的根在中國。現在很多國內的朋友來馬來西亞過年，看到我們的過年習俗都會說，這跟我爺爺奶奶那時候過年的樣子一模一樣。有一次，一個廣東的阿姨來我家過年，看到我媽煎甜年糕，眼淚都快掉下來了。她說，我媽媽以前就是這麼煎年糕的，她走了之後，我就再也沒吃過這麼正宗的煎年糕了。那一刻我就覺得，我們保留這些習俗，不僅是為了自己，也是為了讓國內的親人能在異國他鄉找到家的感覺。其實啊，不管是馬來西亞華人過年，還是中國各個地方過年，核心都是一樣的，團圓、平安、吉祥。所謂的不一樣，要麼是地域差異造成的，要麼是時代發展帶來的簡化，而不是本質上的不同。我們不應該糾結於不一樣，而應該看到背後的同源同宗，看到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傳承力。最後，我想對那些總問不一樣的朋友說，下次過年別再問這個問題了，
不如来我家吃一碗煎年糕，尝尝捞生，感受一下南方老底子的年味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不仅不一样，我们还一样的很。毕竟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过年的快乐都是相通的，团圆的幸福都是一样的。祝大家不管是在国内过年，还是在海外过年，都能阖家团圆，风生水起，龙年大吉。哦，不对，明年是马年。祝大家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。哎，你看，连拜年的祝福语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你说的都是广东、福建的习俗，我们其他南方省份的习俗也不一样啊。这个我完全同意。比如湖南过年要吃腊肉、腊肠，江西过年要吃艾米果，浙江过年要吃年糕团，这些都是不同的。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年味儿是丰富多彩的，而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年味儿，只是这丰富多彩的年味儿中的一朵浪花，一朵来自南方的浪花。还有人可能会问，你们马来西亚华人过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？当然有，比如我们会举办华人春晚，会有舞龙舞狮表演，会有庙会。这些活动其实也是从国内传过来的。舞龙舞狮本来就是南方过年的传统活动，我们只是把它在马来西亚发扬光大了。每年过年，各个城市的华人社团都会组织舞龙舞狮队伍，挨家挨户去拜年，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。这跟国内南方城市过年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着舞龙舞狮队伍跑，因为他们会给每家每户送福字，还会撒糖果。现在长大了，虽然不跟着跑了，但看到舞龙舞狮的队伍，还是会觉得特别亲切，特别有年味儿。去年我在广州过年，看到街上的舞龙舞狮队伍，一下子就想起了小时候在马来西亚过年的场景，那种热闹的氛围，那种幸福的感觉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其实啊，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距离而消失，反而会因为一代代人的坚守而变得更加鲜活。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就是这样一群坚守者，我们坚守着中国南方的过年习俗，坚守着中华文化的根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习俗，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的根在哪里。最后，我想再次强调，马来西亚华人过年不是跟中国不一样，而是跟中国南方的过年习俗一脉相承，并且保留得更加完整，更加传统。下次再有人问你马来西亚华人过年跟国内不一样吗？你就可以自信地告诉他，不，我们一样，我们是中国南方过年习俗的复古版。好了，今天的脱口秀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分享，能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过年习俗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，也希望大家能明白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中华文化都是我们共同的根，过年都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祝大家马年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